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将虚数核心递给了小爱同学，拿去分析吧，尽可能的多用一些算力，争取解析出来一部分算法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编程吗？居然还可以使用文字编程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真是太神奇了，好笑啊！需要穷举才行。看着一脸兴奋的小爱同学，我决定自己研究一下接下来的路程该怎么走。我目前的飞机召唤器里可是实力大损，怎么也得在城里转转，捞点物资回去。该去哪里找呢？我在3D 地图上寻找了起来，选来选去，我最终挑中了距离北郊不远的一个空军基地。我不信所有的战争机器都变成硅基生命了，应该还有剩下的飞机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我启动了汽车，向着空军基地的方向驶去。我很快就开车来到了空军基地。此时，空军基地是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皲裂的水泥和破碎的玻璃。如果仔细查看，在墙上还能看到弹痕和爆炸的印记，显然这里遭受过攻击。我开着车向着里面驶去，查看着周围的情况。不用说飞机了，就连拖车和摆渡车都没有一辆完好的。哪里有完整的飞机呢？哪怕一架也行啊，至少不至于空手而归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看到了远处的机库有一个紧关着大门。我开着车驶了过去，机库的大门是钢铁的。我让自走机械直接拆掉大门。大门拆掉后，露出了一架黑色涂装的飞机。这架飞机通体漆黑，身体扁平，没有竖直尾翼，尾部呈现波浪形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飞行在天空中的回力镖。X-47B 隐身无人机，携带12枚 M-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，单枚射程320公里，1023公斤重，外加12枚 Mk-65水雷，单枚重量也达到了夸张的1084公斤。这架飞机几乎是我原本世界隐身无人机的最高水平了，对地、对水面攻击能力异常凶悍，一说就是一架无人版本的 B-1B 轰炸机。漂亮！而且那12枚 Mk-65水雷来的正是时候，对下个世界十分的有利。我立刻用飞机召唤器将这架飞机收了起来。收获了这架飞机之后，我十分的兴奋，立刻派出自走机械四处搜索，可惜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命令自走机械将附近的那些残破的飞机残骸拆解了，倒是拆解出了不少材料，甚至还有一些稀有金属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我指挥着自走机械将那些东西带到车上，随后这才重新上路。车子继续在公路上行进，在距离白象城还有50公里，我将车速降低了下来，派出了 RQ-180高空无人隐形侦察机前往白象城查看情况。白象城的公路上能看到的各种硅基生命，除了那些常见的家电个车辆原型的硅基生命之外，还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型号。有一些看起来像是一个旋翼带着一挺加特林机枪，有一款是多功能履带车带着一门小口径防炮，还有一些干脆就是小型无人的火箭弹发射器。在城市里，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巨大机械在运转着，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战争堡垒。看起来还挺麻烦的，要是一般人还真的不好办。但是对于我来说嘛，小爱同学发射2枚电磁脉冲炸弹，2发电磁脉冲炸弹直接飞向了白象城的上空，凌空炸开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那些硅基生命就好像没受什么影响一样，继续进行着自己的事情，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。那些配备了武器的硅基生命像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一样，一股脑的向着我所在的方向涌了过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错愕地看着如同潮水一样的硅基生命，不知道为什么无往不利的电磁脉冲炸弹为什么一下子失去了作用。指挥官，刚才白象城突然发出了特异性的电磁波中和抵消掉了电磁脉冲，怀疑拥有抵抗电磁脉冲的设备，是否补射2枚？试试也好，就让我看看这白象城到底有什么本事屹立不倒。001展开战斗队形。伴随着我的话语，成百上千的自走机械从车里涌了出来，展开了战斗队形。一场大战即将在白象城郊外展开，大量的硅基生命从白象城涌了出来，向着我所在的方向涌来。天上是带着螺旋桨，挂着2门加特林，外形如同蜻蜓的飞行者。地上就五花八门多了，有扛着1门小型速射炮的机械狗，有举着2门速射机枪的守卫机械，有背着一个火箭弹发射槽的小型卡车型机械，以及大量的挂着各种杂乱武器的硅基生命，全都一股脑的向着我冲了过来。好家伙，这么多！小爱同学，能使用电子战压制转变他们的行动方向吗？让他们先自己打一仗，消耗一下，或者用导弹洗地也行。抱歉，指挥官，前方的电子战压制十分的强大，我只能将电子战压制控制在交战的中位线上，无法继续向前推进，也无法利用电子对抗为己方创造更大的优势，也无法使用导弹攻，否则会给对方反操控的空间。不过，对方也无法使用电子对抗为他们创造优势。和你的电子战实力相当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守好本区域内的电子战主动权，不要让对方钻了空子。明白。
小爱同学加强了本区域的电子战的掌控权，而大量的自走机械也纷纷部署到位。众多自走机械开始对着远处滚滚而来的硅基生命发动了攻击。自走机械纷纷将身上的一个圆圆的炮口对准了远方的硅基生命，随后启动了发射键，一发发炮弹射向了那些硅基生命。自走机械身上配备的火炮都是莉莉丝为他们专门定制的电磁炮。一发炮弹射过去之后，能直接将拥挤在一起的7、8只硅基生命一同射穿，提供了不俗的杀伤效果。不过，那些硅基生命实在是太多了，哪怕是300台自走机械是3段式射击，不停地用电磁炮排队枪毙那些硅基生命，但还是阻止不了那些硅基生命的靠近。当那些硅基生命突破交火中线之后，我开始制作大量的手抛式无人机投入了战场。这些无人机除了自身的10公斤炸药之外，每一台还携带了2枚电浆手雷。这种电浆手雷能释放大量的电流，直接无视硅基生命坚硬的外部装甲，直接烧毁其核心电子元件，将其彻底瘫痪。这东西还真不错，看来对待这些硅基生命，还是这种电流类的武器更加合适。很快，那些好不容易踏过重重尸海，好不容易冲过了中线的硅基生命，就被电浆手雷摧毁了大半。少量漏网之鱼也被自走机械用电流发射器烧掉了核心，变成了一地残骸。很快，那些残骸越堆越高，越来越厚，已经堆积得如同小山一样了。这大大的影响了自走机械的射击视野。我见状，连忙又制作了200台自走机械，专门负责清理战场，将那些硅基生命的残骸拖走，将战场清理出来。然而，那些硅基生命实在是太多了，哪怕是200台自走机械帮忙清理，都无法清理干净。我只能不断的后撤，选择平坦的战场，重新再战。就这样，我一边撤退，一边交战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白象城的硅基生命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，不停地冲刷着我的防线。硅基生命的残骸从白象城一直向外延伸，一直延伸出去了10余公里。等到太阳西斜的时候，忽然爆炸声停止了。怎么不打了？指挥官，白象城内冲出来的硅基生命已经被我们杀光了。杀光了？